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12月7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12月6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242.92，收盘价是239.37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46.57，最低价是在239.17。那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7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又重新回到了5日均线值和10日均线值的上方。当日的成交量是 1.262 亿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0.91 倍量缩。KD 值双线是继续下行，开口变小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的下行走势在减弱。MACD 双线是趋于合拢，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微小的绿柱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目前股价的多头趋势在继续减弱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 K 线信息。在12月6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影线的小红 K 线，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。它所处的位置呢，是在股价出现止跌后的反弹中。我们会看到当日的这根 K 线，它是大幅的高开盘，然后在前一日 K 线最高的附近是遇到了压力，然后股价折返向下，收盘在低位。但是呢，在下方是5日均线值和10日均线值遇到了支撑，收在了它们的上方。那当日的成交量呢，是较前一个交易日是略有量缩，但是相对之前的交易日呢，成交量还是比较大的。这说明在当日的这根 K 线，多空双方在各自坚守自己的位置。那我们说目前出现的是，我们指的是收盘价价涨量缩。同时呢，生成的这根 K 线是含有长长的上影线，通常都预示着后续股价会出现回档，因为我们会看到连续3个交易日都出现了上方含有长长上影线的 K 线。如果我们把它定义在相对高的位置，这都是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。所以呢，在接下来的交易日呢，股价是很有可能会出现回档的。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，我们测算是在234附近。如果股价一旦出现回档，跌破了20日均线值，那么将会开启下行的走势。但是如果这样的一个回档仍然能够在20日均线值上方运行，那么股价依然会有继续上行的可能，或者至少会在目前这个区域出现横盘。好，那我们再补充说明一下，上方要突破就是要站上这2根 K 线的最高是246，站上它，那么股价将会瓦解这个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。好，这是我们对 K 线信息的解读。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。我们调出辅助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12月6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，股价会出现下跌，收盘价会在228附近。第二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继续反弹，收盘会在248附近。实际在12月6日收盘价是在239.37，出现了横盘向上。那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，连续出现含上影线的 K 线，然后成交量缩呢，会出现回档，所以我们先来看股价的回档。那么对于12月7日和之后的交易日，如果股价出现回档，第一个目标依然是这个缺口的上沿，是在227附近。在到达它之前，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在234附近将会成为强支撑。
强支撑我们说不是不能被跌破，而是它是一个重要的标志位。好，那么这个位置被227被跌破之后呢，接下来第二个目标就是206，然后就是194，不变。对，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上行，股价上行目前的第一个目标依然是253，站上它才会继续目前的多头趋势。但是在到达它之前，目前的一个强压力是246，那这个位置也是一个重要的标志，因为突破它，那么股价将会继续反弹。好，那253如果被站上之后呢，接下来的两个目标是269和279。那在到达269之前，这条下行的趋势线和之后交易日的焦点也将成为强压力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上行和下行。那对于12月7日盘中，我们给出的观察位依然是236不变。236是这根止跌信号 K 线的实体部分的中线。那股价在盘中只要不跌破这个位置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会继续出现反弹，或者至少会出现横盘。但是如果股价在盘中是在236下方运行，那么我们认为收盘很容易收在232以下，去出现一个大幅的下跌。好，这是我们关注236的理由。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目前我们有一个35%的多头仓位，成本价是在240，那我们会看到，我们给的获利目标之前是在246到上方的253之间。当然，如果比如说我们会看到股价现在已经在2个交易日盘中都会有获利的可能，就是获利出场的可能。但是这个仓位如果没有获利出场，现在是继续持有的。之前我们给的止损位是232，对于12月6日来说，那么它的收盘价并没有到达这个位置，所以这个仓位是继续持有的。那到了12月7日，我们给出的止损位依然是232。好，我们再来看空头。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，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。空头在12月7日开盘之后，依然会有大量空头的进入。那空头我们会看到，空头要守的位置肯定是246，那么他们的目标位是下方的226这个位置，也就是回补这个缺口。当然，空头我们再补充说明，上方还有一个位置，就是说，即使股价突破了246呢，空头还有一个要守的位置就是253，所以在突破之后依然有可能会出现反转向下，如果没有多头力量的继续进入的话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好，那么我们再来看12月7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压力位我们给出2个，一个是上方的246前高，第二个是253。如果我们再给出一个压力位，是这个262，是这个下行趋势线和当日 K 线的焦点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。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和10日均线值，它们的范围是从236一直到240，在这个位置。实际上啊，如果是低开盘，那么这个位置将会成为压力，但如果高开盘呢，这个区域将会是支撑。好，那第二个支撑就是当日新生成的20均线值在234附近，第三个支撑是232。
我们愿意再给出第4个支撑，就是下方的缺口是26.5到225.5之间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12月7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那今天我们给出的2个可能，第一个可能我们认为是会突破，第2个可能我们认为是会继续出现横盘。我们先来说第一个可能2个方向。第一个方向是股价会出现下跌，那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跳空的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238，最低下方会回踩这个缺口，会到达226，收盘会收在228附近。那它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必须是跳空的低开盘，并且最高在盘中不超过238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一个大幅的下跌。好，另外一个方向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上涨，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40，最高上方会到达249，收盘会收在248附近。那我们说的这个突破啊，就是这第一个可能，一个是向下跌破232，另外一个向上是站上246，我们指的是这2个突破。好，那如果股价不选择突破，我们认为股价会继续在这个地方出现横盘，或者准确的说叫横盘向上。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38，最高上方会到达243，然后收盘会收在240附近。那也就是在这个地方出现一根休息的 K 线。好，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12月7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。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